当时真的是吓死了，出来就发现他的手就被炸黑了，硬币也被炸了一个拐角。怎么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只需要给这个充电口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不处理的情况下呢，刚才视频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孩是吧？他用一个硬币塞到这个充电口里面了。当塞进去以后这个两条线它就会短路，这样呢就会听到砰一声，然后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解决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呢一个这样的小黑豆，把它接在这个充电口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上面这个小黑豆其实可以找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或者是一个报废的其他的电路板，一般都有这种小黑豆。我们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看到没有？这边2个，这边1个，本来是这边4个，然后拆走3个了，所以说剩1个。这个呢也是一个报废电动车充电器，我们呢只需要拆个这样的小黑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可以用剪刀把它剪下来也可以。好，我们先拆一个。再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型号，它是 EN5408，这2头是不一样的先看这一头呢是有个白杠，而这一头没有。好，现在咱们把它给安装上。安装的时候呢，首先先找到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然后找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先把这个红色的线从电瓶上面给它拆下来。拆开之后呢，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小黑豆给它焊上。焊的时候呢，一定要区分好，没有白杠的这一头给它焊在这条线上面。焊好以后，给它套个热缩管，然后用打火机烤一下。如果没有热缩管，用电工的绝缘胶带缠上也可以。烤完之后，然后把这头呢给它窝一个半圈，窝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步呢，就是把它再拧上，拧牢固就可以了。OK， 我们看一下，这样呢就改装好了。然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用腕表来测量一下，看一下这个充电口上面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问题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看，确实没有电。刚才我们接上的这个小黑豆它的作用呢，它就是可以防止就是电瓶里的电不让它往外输出，它的作用呢只是让它输入，不让它输出。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它是没有电的。如果这个时候小孩子再用这个硬币塞进去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发生危险的，因为它没有电。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如果能充电呢，就说明这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我们来看一下，没充电的时候是绿色的灯，把这头插上来看一下，可以变成红色的灯，说明它可以正常充电，就这么简单，这问题就解决了。给大家分享一下网线接水晶头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收藏一下，接着往下看。首先呢，第一步把这个网线先给它剥掉外皮，用小黄刀给它割掉。如果没有小黄刀呢，其实用这个剥线网钳也可以。剥掉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部呢是有4组8条线。然后这个接网线的它的方法呢分为2种，一种是 568A， 另外一种就是 568B。 最常用的就是 568B。 568A 和 568B 它的接线顺序是不一样的，顺序呢是从左到右，顺序不同。首先呢，我们把这4组线呢先给它按照橙蓝绿棕的顺序给它排列开，橙蓝绿棕，就这个顺序给它先排列开。排列好之后，然后呢先把这个线呢分别给它分开。分开之后，等会儿我们接网线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如果不分开是没有办法压水晶头的。捋完以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常用的 568B 它的接线方法。首先呢，先把第3条蓝白和这个蓝绿换一下位置，只需要换这一条就可以了。然后呢，按照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的顺序给它排列好，然后把它全都弄一块儿。
接下来呢，就需要把多余的线给它剪掉，在这儿呢留大概1公分半，就是1厘米半，这个长度就可以了。然后用往前给它剪掉，多余的剪掉。剪掉之后，然后呢拿出水晶头，水晶头这个上面有金属的这一面朝上，然后呢把它塞进去。塞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塞到底。塞完以后可以看一下侧面，网线有没有塞到底，都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塞到底之后，然后看一下顺序，如果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就开始压网线，把它放进网线前。这个手呢要往上推，给它推到底，然后一边开始压，压一次可以听到咔一声，然后就可以了，也可以再压一次。这样就做好了水晶头。我们来看一下，一定要把这个网线这个外皮给它塞进去，让它卡住，这样呢才会非常的牢固，这样转也转不开。在这儿呢有2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拨这个外皮的时候，力度呢不要太大了，如果太大了以后呢，很容易把网线根部它内部这个外皮给它拨坏，坏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后这个网线就断了。第二种情况就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像这种一样在这露着外皮，如果像这样情况下非常的不耐用，很容易就这样断开。朋友们大家好，角磨机上的漆壳片出现炸片，或者是这个漆壳片用了时间长了以后磨得比较严重，我们需要换漆壳片的时候，上面这个螺母用它自带的这个钥匙怎么拆都把它拆不下来，怎么办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2种特别好用的方法，很轻松就能把它拆下来。然后呢到最后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螺母给它改装一下，改装完以后等下次再拆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了。好，现在咱们先说一下第一种拆卸方法，就是找一个这样的通心螺丝刀，或者是一个大钢钉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螺丝刀这个尖对准这个螺母上面的一个孔，然后呢用个锤子敲击就可以了。敲击几次之后一般这个螺母都可以拆下来。看现在就把它已经震松了，是吧？这样呢就把它拆掉了。拆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螺母，让我经过无数次的拆，已经拆成这个样子了。它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螺母厂家设计缺陷像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螺母在没有爆死的情况下，用它自带的工具是可以把它给拆下来的。如果出现爆死的情况下，无论怎么拆也是拆不下来的。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就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2种拆卸方法。第2种方法呢，就是用这种电锤。电锤呢要把它调到冲击的单位，因为这种电锤它的冲击频率是比较快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冲击，把这个螺母给它冲下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OK， 咱们看一下，现在这个螺母直接就松了，是吧？这样呢也是比较好拆下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螺母给它改装一下。改装以后呢，改装完了以后等下次再拆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麻烦了。如果大家不愿意改装的情况下，可以买个这样的不锈钢的螺母，但是呢，这个改装完以后也是特别的好用。改装好以后就这样的，咱们看一下，这样呢，无论以后是安装或者是拆卸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现在咱们把它先装上来看一下，不影响以前的使用效果。拆装我们到时候用个活口就可以把它给拧下来了，方法呢特别好用。好了，视频今天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小伙给手机换电池，为了省钱，没有想到到最后竟然把电池给硬拽下来了。你来看他是怎么操作。他首先呢是先把手机下边的2个螺丝给它拆下来后，然后呢找个刀片先撬屏幕，这样他一点点的把屏幕先撬开个缝隙，把缝隙撬出来后，用指甲呢这样把屏幕一圈给它划开，然后他就使劲往上面扳这个屏幕。掰开这个屏幕以后呢，你看他是轻轻的就这样屏幕拿下来了以后，然后呢他是找个东西先把屏幕支起来，然后呢开始拆电池上面这个压片，这上面呢是有4个螺丝，把这个螺丝拆下来以后，
然后把这压片就可以拿掉。接下来呢，他就开始拆电池上面的2条胶。这2条胶呢，由于时间太长了，都老化了，你看这个胶根本给它拉不出来，一拉就断了。断了也没有关系啊，你看这一条也拉不出来，还是断了。断了没关系啊，小伙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屏幕排线都给它断开，然后呢还有摄像头、听筒组件上面这个盖片也都给它拆下来，这样的屏幕就拿下来了。然后呢他用吹风机在这个电池后面给它使劲吹，吹热了以后啊，找个撬棒就可以慢慢的把电池给它撬下来了。你来看，就这么简单，旧电池就拆下来了。然后呢他把上面这些残余的胶给它清理一下，这些胶啊由于时间太长了也清理不干净，小伙呢干脆就直接来换电池。这是一个大容量的电池，电池后面也是自带胶的，把它直接来粘到里边就行了，给它先压几下。然后呢把电池的排线给它扣上，再把屏幕上面的排线还有就是听筒上面的组件排线都给它再扣起来。就这样给它扣好了以后，然后呢就开始重新安装，就是怎么拆下来的，再把这些所有的螺丝给它安装上。安装的时候啊，有的一些手机上面这些螺丝啊都是分型号的，它大小不一样，一定要区分好，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什么螺丝，再按照原来的位置给它安装上就行了。就这样装好了以后，先来测试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开机。能正常开机以后呢，到最后就开始安装屏幕了，先安装上面，然后再安装下边，这样轻轻的给它按压到位以后，最后把这2个螺丝给它拧上，一块电池就换好了。家里的电风扇坏了以后，千万不要把它扔掉，只需要花10块钱买个万能主板，用螺丝刀把线接上就能使用，超级简单，不用电烙铁就能安装好。今天维修一台电风扇，它上面的坏的元件是太多了，没有价值维修了。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万能主板的一个安装方法，其实操作起来是很简单的。这个万能主板呢还带一个遥控器，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安装方法。首先我们先把这条电源线，我们看一下，先把电源线我们给它先剪断，裁下来，然后呢给它先拨出线头，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能板子，这儿进线这边有3个，一个是公共线，一个火线，一个零线。我们把这个电源线呢，这个红色的先接在火线上。其实啊，这2条线随便接的，火线、零线是没有区分的，直接给它接上就行。先把这2条线我们给它接上，然后再接另外一条电源线。OK， 这个电源线接好了，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旧板子上面这个有标注啊，1、2、3，这是3个档位，这个蓝色的是1档，我们先把这个1档给它先剪掉，剪掉之后，我们把这个再给它拧到新板子上面，先给它拨出线头。好，拨出线头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这儿也有个1，这就是1档，我们给它接在1档这个上面。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在这儿标注是2，这就是2档的，我们把它给剪掉，还是先拨出线头，一样装在对应的位置，装在这个新板子上面。看一下这个也是个标注这个2的地方，给它拧到这儿。其实很简单，就这几条线对应的给它装上就行。红色的是3档，把它剪下来，拨出线头之后，给它接在新板子3档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黑色的这条线，上面标注一个 S， 我们把它给剪掉。这就是一个摇头电机的线，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摇头这上面，把这线都给它拧结实。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边一个公共线是没有接线的，再看一下这3条线是接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还是一样给它剪下来。这条线呢，我们就给它接在新版的这个公共线上面，就这样就接好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板子呢给它
固定在这个电扇里面就可以了。装壳之前呢，我们先给它充上电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好，能听到滴的一声，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开关，这个风扇并不转，然后试一下摇头，是可以正常摇头。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它这个电机也坏了，我感觉我应该去买彩票去，今天中奖了。这是换的新电机，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正常转，可以转是吧？然后这个风速也是可以调的，关机也没问题。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螺丝刀，它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先看一下，无论是这种1字的螺丝刀，还是这种10字的，它们的每个手柄上面，我们看一下都有一个这样的圆孔。其实呢，厂家设计这个螺丝刀呢，这个圆孔并不是说为了美观而设计的，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功能。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特别是第2种，它的功能最实用、最好用。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螺丝刀这个第一个妙用。首先我们看啊，这边这个螺丝呢是一个内六角的，然后呢，我们找一个内六角这个扳手给它放进去啊，正合适。然后呢，我们拆它的时候，因为这个螺丝啊非常的紧，我们这样拆不下来，怎么办呢？因为啊，这个扳手啊这一节比较短，所以说我们用再大的力也很不容易把它能拆下来。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啊就可以用螺丝刀上面这个孔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好，放进去之后，然后呢，我们这样再用力，就能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这个原理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非常简单，是不是？就是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是它的第一个好用的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我们拆这种不容易拆的螺丝啊，就是怎么拆也拆不掉的螺丝的时候，我们呢就不要硬拆了。如果硬拆呢，就会把螺丝上面这个十字花给它弄坏，然后呢就更不好拆了。引起弄坏十字花这个原因呢，就是啊，我们在使用这个螺丝刀的时候，没有特别用力的往里面按，就直接拧了。所以说这样直接拧的情况下，就会把这花给弄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拆螺丝的时候，就需要用到上面这个孔了。它呢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螺丝给拆掉。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拆一些大点的螺丝的时候，如果这个拧这个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到这个孔了。我们拆这种螺丝的时候，首先呢，先把这个螺丝刀对准这个螺丝之后，然后呢，用锤子这样敲击，先把这个螺丝呢给它震松了之后，然后呢，我们一只手要用力的推住这个螺丝刀，然后呢，需要找另外一个螺丝刀，把它插在螺丝刀这个孔里面。插进去之后呢，我们看啊，一只手用力推下去，另外一只手呢，我们给它逆时针这样旋转，就能很快的把上面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这个呢就是螺丝刀它的上面这个孔第2个妙用。我们看一下，很轻松啊，就可以把上面这个螺丝拆下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啊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拧得非常的紧，我们在用力的过程中，这儿老是手滑抓不住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啊把另外这个螺丝刀给它穿在里面去，然后呢，我们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它能拆下来。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只需要在充电器上面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电焊机，像铜、铁、铝、不锈钢都可以拉焊。平时家里的不锈钢啊，或者其他的金属小东西啊，如果坏了，我们用它来焊还是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简单。你来看，这是一个12伏的电源适配器。平时呢，如果家里啊有这种笔记本电脑上面用的这种电源适配器，也是可以使用的。它的制作方法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电源适配器上面的插头给它找出来。如果这个适配器我们不需要用它了，我们可以啊用剪刀给它剪掉，不要它了。如果我们还想要用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把这个插头给它留着，然后呢，只需要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了。我们来看，首先呢，先找一条黑色的线，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插头旁边，就是周围这个金属这个上面，接上2条线，这是一条黑色的线。然后呢，我们再找一条另外的线，把它接在中间这个位置，把它插进去就行。你来看，插进去以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个线上面给它接上2个夹子，这样的使用的时候会更方便。你来看，只需要接上2个夹子1条线就可以了。我们把这边这个线头给它先缠一下胶带，缠好以后，你来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再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找一个电池就可以了，废旧的电池，我们把它拆开，我只需要里边的一个碳棒就可以。把这个碳棒拔出来以后啊，我们用这个红色的夹子给它夹上。然后呢，给大家先来演示一下焊接这个不锈钢，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洞啊给它补住。你来看，焊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黑色的夹子把它夹在被焊的物体上面。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焊接不锈钢的效果。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你来看，和普通电焊机使用都是一样的，只需要往上面点就行了。我们看，你看一下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看一下焊完以后的效果，你来看，把这个洞给补住了，是不是？而且呢，也非常的牢固。你看这个里边它也不漏，用它呢焊一些小东西啊，焊一些不锈钢，非常的好用。今天才知道，原来内六角扳手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每个呢都非常的实用。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看啊，当我们用内六角拆螺丝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假如呢想拆这个螺丝。当我们把这内六角呢放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根本卡不住，内六角的扳手呢太小了，但是呢我这个呢已经是最大号了，放进去啊还是不能使用。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啊把这个内六角扳手呢可以呢给它组合起来使用。我们来看，首先呢先给它放进去一个，然后呢这边还有缝隙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和这个缝隙大小一样的另外一个内六角扳手，给它塞到这个里面去。我们把这2个呢同时给它塞进去。好，塞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这样在拧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很轻松把这螺丝拆下来了。看一下，这样扭矩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拆或者是装，都能很轻松的拆卸螺丝。看，非常的好用是吧？这个方法。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假如呢这个螺丝比刚才的还要大一点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个缝隙就更大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用这2个呢就没有办法用了，卡不住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的给它拿出来，然后呢找一个大小和它一样合适的，就和这缝隙一样合适的，用另外一个内六角扳手给它一块塞进去。塞进去后啊，我们来看，这样呢也可以轻松的拧这个稍微大点的螺丝，是吧？如果这个更大点的螺丝拆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如果2个卡不住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呢给它多塞一个，也可以塞3个，也可以拆这样的螺丝。因为没有同样大小的规格的内六角扳手，所以呢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拆这种螺丝。这个呢就是内六角扳手它的第一个妙用。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首先我们把这个先拿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出的这些内六角扳手呢，一般在另外这一头这部分呢都是有一个这样形状的，类似于和球头一样的。我们看就这样的，厂家设计它呢是有原因的，不是平白无故来设计的。其实呢它也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当我们拆螺丝的时候，首先还是一样拿一条螺丝，因为这个扳手和螺丝大小型号一样，拆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用这头拆是吧？放进去后，因为这样不能来回，没有间隙不能活动，在一些特殊场合，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狭小空间的时候，假如这个螺丝上面呢挡着一个东西，我们在拆的时候呢就只能这个扳手呢斜着放进去，这样放是肯定放不进去的，所以说呢就可以用这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头呢就可以放进去，这样斜着来拆。看一下，无论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都是可以轻松的把这个螺丝拆下来。我们来测试看这样一拧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螺丝给拧下来了，是吧？可以斜着来使用。这个呢就是内六角扳手它的第2个妙用。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很多新手朋友们在使用电烙铁焊接电线或者是焊接一些电子元件的时候，很不容易把它焊上去，就算把它焊上去了以后呢，也是非常的不牢固，很容易就脱落了。今天视频呢，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使用电烙铁的一些经验，包括一些使用技巧。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常用的电烙铁呢，一般就分为2种，一种呢就是这种外热式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内热式的。
我喜欢这种内热式的，因为这种内热式的电烙铁呢，它的个头小巧，操作方便。像这种外热式的，看着这个头比较大一点，比较笨一点，看着，特别是在操作的时候啊，你看一下这个手柄呢，这种外热式的，看一下是吧？因为这个手抓的这部分呢，离烙铁头距离比较远，焊一些大元件还是可以的。如果焊一些小元件的情况下，就很不容易操作，是吧？因为距离太远。不像这个内热式的，距离短是吧？操作起来特别焊一些小元件就更加精确。新手朋友们在使用电烙铁的时候，一般分为2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电烙铁头啊，无论怎么弄，这个锡呢它始终就化不开。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锡化开了以后呢，假如想焊这个电线或者是一些电子元件上面这个引脚呢，它就是不沾锡。出现这2种情况呢，先分享一下这第一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这个烙铁头上面氧化引起的这种情况。出现氧化后呢，我们就需要烙铁头呢给它先解决一下，就是呢先找一块这个废旧的板子，然后呢蘸点松香，上点焊锡，在这个上面呢多摩擦几下。其实呢多摩擦几下之后，就可以把烙铁头上面这个氧化层给它磨掉，磨掉以后才能更好的沾锡。就这样磨完以后啊，就可以沾锡了，看到没有？沾锡了之后呢，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焊接个导线来试一下。首先焊导线的时候呢，这个导线呢先剥出一个线皮，然后呢给它先剪掉一截，不需要太长，留一部分就可以了，就留这么多就可以了。在焊之前呢，首先啊，先给这个线上面先来点松香，或者是来点焊油，然后呢在这上面给它来点焊锡。OK， 看一下，就这样先来点焊锡，然后呢在需要焊接的这个板子上面呢也是一样，焊之前呢先给它来点松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往上面焊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容易，看一下，这样呢直接一下子就上去了，看到没有？焊的还非常的饱满，然后呢粘的也非常的牢固，看一下。如果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线啊，先给它剥个外皮，给大家再说一下。好，我们剥开外皮，先看一下，还有一些情况，电线或者一些电子元件它不往上面沾锡，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上面这个电线外表它氧化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把这个氧化层给它处理掉，找个薄的铁片或者刀片给它刮一下，把这氧化层都给它刮完以后，然后呢再接着第2步操作，然后呢就是蘸点松香上焊锡，这样就很容易上，看到没有？直接就上去焊锡了。这样在焊的时候就非常的容易了。好，现在呢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焊接电线。首先还是一样啊，先把这电线头给它蘸点松香，上点焊锡。选择焊锡的时候呢，如果焊一些小元件的情况下，尽量的选择这个焊锡丝呢让它稍微细一点。焊接大元件的情况下，可以用粗的焊锡丝。我用的这焊锡丝呢是 0.5 的，非常细，因为我经常焊接一些小的元件。2头呢都给它上了焊锡以后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上面焊。焊的时候呢，首先在电烙铁头上面来点焊锡，然后开始往上面焊。OK， 看一下，现在呢就是直接一下子就焊上去了，是吧？这样焊上去的还是非常的牢固。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电热盒或者是闲置的电热盒，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个非常值钱的东西，就连收废品的人啊都不知道。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到底有多好用。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后边这3条螺丝我们给它拆开，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实用。我们看，就这样我们把它给拆开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是有3个电路板，这2个电路板呢我们都不需要它，我们最主要呢就用这个电路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贝。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板上这3条螺丝我们再给它拆下来。这个功能呢就连收废品的人他都不知道，非常有用。我们看，这样把它拆下来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插头给它拔掉，拔下来以后，其他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要了，我们只用这个东西。仔细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输出这边有好几条线，这个线这边呢，你看还有一个标注啊，你看上面的输出电压有一个20伏，有个14伏，还有个5伏。5伏比较常见是吗？我们不需要用它。然后呢，20伏我们也不用它，我们就用这个14伏。这14伏啊，在生活当中这个电压非常的少，想买个这样的14伏输出电压的这个板啊，根本都不好买。所以我们用它这个功能啊，最强大了。我们可以啊，给它接2条线，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把这条线从这儿给它剪掉，然后呢，把这2条线给它接起来。如果有电烙铁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在这后面给它焊2条线，效果会更好。你看我在上面焊了2条线，然后呢，还给它接了2个夹子，用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啊来看，先把上面的开关我们给它打开，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去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用它呢，可以啊，你像家里的电瓶，你看这电瓶都是12伏的，当它没电了以后呢，很多人啊也没有电瓶充电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电瓶来充电就行了。14伏的电压给12伏的电瓶充电完全合适，是正合适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